日本牛奶。好，今日就邀請咗幾位朋友咧一齊試下日本牛奶。咁因為日本嘅牛奶咧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，一齊去試下，同埋講下有關日本牛奶嘅知識啦。今日除咗我 Kevin 之外咧，就邀請埋阿 Bonnie 同埋 Kelly 同埋 Brian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好，大家好。OK， 咁日本牛奶咁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噶嘛，咁大家可以即係拎起手度睇下啦，有唔同嘅種類噶嘛。睇到咧有一個叫做種類別嘅嘢啊。Bonnie， 你而家手上面係咩啊？牛乳、生乳100% 使用。係。咁啊 Kelly， 你手上嘅咧？無脂肪牛乳。無脂肪牛乳。咁啊 Brian 咧？乳飲料。乳飲料，大家可以睇下個包裝啦，睇下有啲咩特別。咁除咗係有一個叫種類別標籤之外咧，咁仲有啲特別嘅字樣嘅，咁大家可以睇住。咁我就好簡單咁介紹下各種唔同呢啲叫種類別咧，究竟係咩意思？跟住講解完之後咧，就等大家去試下唔同嘅種類嘅牛奶。但係咧係你哋唔知道係邊一款嘅，咁就係寫咗 number 嘅啫。咁個答案咧就我而家 keep 住嘅，咁一陣間就會試啦。咁大家可以睇住啦。牛乳咁大家都係牛奶嚟嘅啫嘛，好似好複雜咁樣睇。基本上咧就係普通100% 嘅牛奶叫牛乳或者叫成分無調整啦，跟住抽走部分脂肪嘅就叫低脂肪啦。咁個脂肪低到0.5% 以下咧叫無脂肪啦。咁另外咧乳飲料就係加牛奶以外嘅成分落去，就叫做乳飲料啦。大概講咗啦，大家不如試下究竟係有咩唔同啦。好，咁呢度咧就寫咗1、2、3、4，大家可以每一個 number 拎一杯，咁有個名嘅，係啦。咁1、2、3、4咧可以攞晒㗎啦。OK， 1、2、3、4攞晒。即係攞咗自己個名同埋唔同嘅 number。哇，好危險，咁開始啦。咁不如順住 number 啦。咁有4款嘅，咁啊4款咧就係普通嘅牛奶咧，成分無調整，有低脂肪、無脂肪同埋濃厚4.4嘅。其實睇都有少少，好似有分別，唔一樣，有少少別淺色，顏色都有少少唔同喎。透明啲，一個奶啲嘅喎。你要講這個嗎？這個凹槽啊，這個要有鮮奶才有這個凹槽。哦，呢個係啦，一陣間我會講啦。啊，你都發現到有呢個唔同啦。厲害，飲奶大㗎嘛佢。係咩？白白淨咁樣，好中意飲奶啊佢。你睇體色都可以睇得出係有唔有嘅。咁我唔知邊個打邊個。即係你可以已經係噏得出㗎啦。你而家可以盲估啊。頭係要估。你可以估㗎啦。嚇？要估㗎我哋。啊唔係嘅，你可以飲咗先嘅。4個都唔中，會唔會好低 B 㗎？唔會啊。飲咗添。那你嗎？一支。你飲係第一係點樣咧？你覺得？嚇？好似唔係好濃喎個奶味。啊，但係佢有啲似食嗰啲牛奶片嗰啲，粉粉啲嘅感覺。你覺得呢？沒有問你感想。感覺好喝嗎？好喝，但是後面會澀。澀啊。好澀啊？係。OK。我覺得有嘅。排第2咯。我係品奶啊呢鋪。我第2好明顯個味唔同啦。咁嗰度。你啲飲落都唔係我平時飲嗰啲。哦，可能你冇飲咁多種啫。我淨係飲，應該我淨係飲100%牛。哦，咁你即係可以。我淨係估到呢個咯。係咯，咁你估到呢度咪 OK 咯。希望。OK，第3，好，第3。我呢個好明顯啊，就咁飲拎飲得出係咩嚟啦？因為我斟出嚟嘅，係點啊？第3。呢個係我中意嘅。你中意嘅味道嚟嘅。係啊。咁啊係啊，應該係啦。咁啊 Brian 咧 ，Brian 第3。有咩感覺？好喝嗎？好喝，但是它跟普通的 Oishi Milk 差一點。因為它這個不是普通的 Oishi Milk。錯。它這個是低脂肪乳。Oishi Milk 係低脂肪啦。第3 OK 啦，第4。點啊？第4。嗱，好明顯同第3係唔同味啊！即係4個咧，即係我會覺得普通牛奶，即係呢啲咧，即係個脂肪冇減走嘅牛奶，同有減走脂肪嘅牛奶就比較容易啲分嘅，我覺得。有答案未啊？跟住你可以逐個慢慢試啊。跟住你試完之後咧，就可以將個杯就擺喺呢4個 label 嘅後面。
咁我已經知道答案嘅，咁我就唔會擺等你哋擺啦。你佢飲咗好多喎已經。哦，誰贏了？今天回去死啦！兩頭文嘴點同大家唔一樣。睇先 ，OK。贏了有獎品嗎？咁咧，剩翻兩份成分無調整咧，咁大家嘅答案就係阿 Bonnie 就係1啦 ，Brian 就係3 ，Kelly 就係4啦。咁低脂肪咧就係阿 Brian 就係1，Bonnie 就係4，Kelly 就係3。你全部唔同，冇一個一樣嘅。跟住咧冇脂肪嘅就係223，跟住最後咧濃厚4.4就係142，係完全冇相同喎。係啊，我想影低呢一個，好驚啊！係咪好難？你覺得冇乜特別分別？點啊？可能係因為本身飲開邊隻奶飲邊隻，所以冇特別話我係有飲得出佢哋有分別嘅。但係你要我完全知道佢哋邊隻打邊隻咧，我應該係難啲。我都覺得係。咁有冇啲咩係邊一隻係最有信心先？我覺得這兩個最難。這兩個嗎？對啊，你喝不大出來，它是無脂肪。無脂肪同低脂肪，如果撈亂嘅話，都覺得係 OK 嘅。如果我有把握，我可能係無脂肪。無脂肪 OK， 咁我開估啦。即係你飲無脂肪嘅不嬲。你咩有咩？我覺得佢最唔好飲。好寡咯，無脂肪應該係好寡。OK 啊，你可以個條脷可以撩到好順暢咁樣。你撩到好順暢，飲酒咁我一係。OK，咁我開估啦。好，首先成分無調整。咁有人中喎，有一個中就係成分無調整係3，阿 Brian 係中咗嘅，好嘢，好嘢，跟住低脂肪係1，咦又係 Brian 中喎，犀利，無脂肪係2，阿 Brian 同埋阿 Kelly 都中，好嘢。咁到最後咧就係濃厚4.4咧係4，我Brian全中啊，勁啊！真係，果然拉佢過嚟一齊飲係啊，犀利，即係飲慣，好中意飲奶嘅。你真係想香嘅，超級。然後我推薦那個 Life 的，來日本的時候有一個 Life 的那個金色的那一個，很好喝。佢今日先同我講話，佢直接係飲喺隻乳牛度直接擠出嚟飲嗰啲奶咯。哦，即係咁樣就射出嚟接住㗎，擠出嚟，到水桶裡面再喝，沒有殺菌。因為佢同我講咧係話喺牛媽媽嗰度飲啲奶，跟住我喺媽媽度飲奶，仲有嘅咩？果然係奶界 KOL 啊！咁日本咧係真係有呢一隻嘅喎，係喺個牛嗰度揸出嚟咧，係唔係特別經過處理咧？你可以睇呢一個啦，叫做特別牛乳。咁咧就真係咧喺個牛嗰度揸出嚟之後咧，唔殺菌或者係好低溫嘅殺菌。咁咧我查啲資料咧就係話全國日本得4家嘅廠商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特別牛乳嘅。咁就因為唔殺菌啊，或者低溫殺菌就要控制個衞生，控制得好好啦。做咩唔買俾我哋飲啊？自己高級品類喎。咁啊，梗係高級嘢唔買俾我哋飲。極為罕見。極為罕見嘅高級品類。你聽到呢隻奶都冇，你邀請我哋嚟品奶？你聽到個專家就係 KOL。咁啊，梗係去隻牛嘅下面嗰度直接擠落個口度飲啦。我等你帶團，等你帶。係啦，去牧場啦，去牧場咁啊，揸車好快嘅啫，有機會去牧場。試完奶之後咧，咁可以再講下其他有關牛奶嘅知識啦。咁有啲都幾得意嘅，有呢個你不如拎呢個濃厚4.4啊，你可以拎起啊。咁呢個濃厚4.4或者有個叫特濃啦。咁用呢個字咧，原來喺個牛奶嘅生產商嗰度咧係有一個規定嘅，就係要個非脂乳固體含量去到8.5% 以上，咁同埋咧乳脂肪含有3.8% 以上。先至可以叫做濃厚嘅。咁普通牛奶咧就係3至到3.6% 嘅啫，個乳脂肪。咁所以濃厚咧通常都係比呢個數字比較高啲，叫濃厚或者叫特濃啦。4.4係咩意思啊？
濃厚4.4，乳脂肪，乳脂肪係啦，4.4或者係3.8或者4.0咁樣啦，4.2咧，咁呢就係牛奶裏邊含有幾多乳脂肪1%，咁4.4係算係比較高嘅。普通牛奶頭先都有提到啦，大概係3至到3.6，咁有陣時嗰啲包裝會寫3.6嘅。咁感覺上好似好高咁樣啦，咁其實都係睇個平均數字裏邊嘅啫。咁可能要去到3.8啊、4.0呢啲先叫高啦。有個北海道3.6，其實係普通。係啊，係普通，即係唔係話特別高咯，係偏高啲啲咯。但係德龍你哋好似唔係好飲得出喎，分唔出喎。一個都飲唔出，我係奶盲啊！奶盲，奶盲人啊！你想唔想再試少4號啊？唔使啦，唔使啦 ，OK。會4號啲。嗱，我已經飲晒啦。啊，你飲晒啦？咁你可以添飲啊。添飲。而家再試翻嗰隻。原來係咁嘅味，而家都唔記得啦已經。但我覺得4號係高最好飲啊！係啊，我覺得4號最好飲，所以我真係擺呢個色分冇調整，因為係啊。啊，呢度係點我擺嘅？呢個我擺喺邊度本身？4號，好似擺喺低脂肪。低脂肪哦，真係啊，可能應該會擺低脂肪咯。你咪搞亂咗我啲奶啊？唔係啊，我啲好公正啊。係成分無調，擺喺第度啫。係，你要再飲多啲啦。你冇飲開呢個可能。但係咧，係飲完4號，我一開始係覺得1號係幾好飲。1號。而家我飲完4號再飲1號嘅時候，我就覺得4號係真係好。哦，1號係低脂肪，4號就係濃厚啦。OK。咁可能真係有陣時就咁飲咧，未必飲得出。同埋你第一口飲同埋第2口、第3口飲都有啲唔同啦。咁跟住咧，頭先阿 Brian 都有提過啦，呢個牛奶咧咁有個粒位噶嘛。咁係咩意思啊？什麼意思？這個是鮮奶、牛奶才會有這個標誌，對，凹進去的，凹進去。有關呢一個粒位咧，仲有一個意思嘅喎，原來有2個意思嘅。咁頭先你講咗啦，係牛奶。係其中一個意思，就可以整呢個粒位。咁因為譬如呢個無脂肪牛奶咧，佢都係咁樣，但係佢冇粒位嘅。咁呢一個咧就有粒位啦。除咗牛奶之外，仲有一個意思。當中還有另外一個意思的，你知道嗎？它有2個意思的，你知道嗎？有冇 idea？譬如飲牛奶嘅咧，就人口比例上咧，通常都係老人家飲牛奶嘅比率就比較多啲啦。咁同呢一個有關嘅。老人家要喝的時候，至少他看得摸得到。係啦，咁就係因為譬如啲老人家咁樣拎起，咁佢除咗一下就知道係牛奶之外，咁佢摸呢度咧就知道另外嗰一邊就係開口啦。這老人家要怎麼喝這個？沒有辦法，他只能喝這個。係啦，咁其他咧就冇辦法啦，其他就冇辦法啦。喝就喝最貴的。呢個邊個最貴啊？如果係跟佢個秒數咁樣貴啊！哇，差唔係特濃貴啲啊，定係冇？定其實有做過嘢嗰啲先貴啲？哇！呢個冇特別留意喎。通常呢幾個咧都係100-200 yen 左右咯。咁呢個因為個秒數多啲啦，同埋就算係同樣嘅牛奶啦，唔同嘅 brand 咧都會差好遠。咁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分別啦。OK，咁另外差唔多啦。咁仲有一啲有關日本飲牛奶嘅文化啦，你有冇啲咩 idea 係喺日本度？你邊一個場合會成日見到人飲牛奶啊？溫泉係啦，溫泉或者係淺湯，即係公眾浴場咧都會飲牛奶啦。咁呢一個咧原來唔係因為啲人係想沖完涼或者係浸完熱嘅溫泉啊，去主動去飲牛奶，其實咧係有一個原因喎，係一啲商業嘅考慮嚟嘅。係為咗做生意嘅玻璃瓶，都有關，有少關。點解係玻璃瓶咧？為什麼是玻璃瓶？我頭先講，譬如溫泉係啦，咁另外就係嗰啲澡堂啦、淺湯啦。咁咩人或者咩年代嘅人會去呢個淺湯多啲啊？你覺得？老人家或者係可能係幾十年之前嘅人啦。譬如係追溯翻戰後。譬如1950年代啦，咁嗰陣時唔係家家戶戶有雪櫃嘅。咁再加上當時又唔係家家戶戶有浴室啊，好似嗰啲咩蠟筆小新啊、櫻桃小丸子咁樣，成家
就一齊去個澡堂啊、淺湯嗰度就沖涼啦。譬如去個淺湯嗰度，咁佢可以做你生意嘅嘢就係等你去入浴啦，跟住另外就賣譬如洗頭水啊、沖涼液之外，咁佢都想做更加多嘅生意，咁佢哋咧就 set 一部雪櫃喺個澡堂嗰度，咁等啲人咧出到嚟之後咧就可以買嘢飲啦。咁要雪櫃雪住嘅嘢咧，當時比較簡便啲咧就係牛奶啦。咁當時又唔中意飲，唔會飲可樂嘅。家家戶戶唔係有雪櫃嘅原因，咁就澡堂咧就成為咗當時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左右咧都會去澡堂，咁順便咧就買牛奶嚟飲啦。所以咧日本人即係成日見到佢哋，譬如而家係溫泉啦，點解飲牛奶咧？咁其實係一個商業上嘅考慮嚟嘅，即係呢個習慣嘅起源係咁樣啦。咁我都覺得係即係冇脂肪或者少脂肪嘅係比較難入口嘅，冇乜特別原因，係咯，好淡嘅，淡少少啦。我啱啱就想問你嗰個我唔知道咩乳糖咩綜合症，係乳糖不耐症，係有關係㗎係咪？如果有咗係咪就要飲冇脂肪？但係呢啲冇關係嘅，全部都係。咁除咗另外再買一隻係專門防乳糖不耐症嘅人飲嘅奶。呢個係常見啦，乳糖不耐症。咁可能其他即係身體嘅唔同健康狀況，咁可能脂肪唔想攝取咁多嘅，咁可以減少啲嘅。咁你講嘅乳糖不耐症咁係比較常見，譬如亞洲會比較多啲啦。其實我都有，係啊，其實我都有乳糖不耐症，其實我都有，都係會飲。多謝你犧牲啦。飲奶茶、飲咖啡、飲奶都係會照飲。冇所謂啦，唔緊要，千祈腸胃。咁我尋日去超市場買呢啲紙杯咧，咁我就揀個細啲噶啦。咁希望大家就好貼心，唔會肚餓啦。OK，咁今日咧就講解咗日本嘅牛奶啦。OK，多謝大家，好嘅，多謝。